它里面的肉汁遍布的很均匀，渗到嘴巴里面的时候啊，你每一口可以咬到肉汁。你那时候已经有中文版了是吧？因为你刚跟我说 help， 我想说他们说五派救命啊，他们是英文版。哦，因为你是刚刚跟我说 help， 我说你是有英文版哦。那你刚刚还可以学英文，我觉得不错啊。姐妹来做饭，吃爆500碗，我是阿咪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收看《报时姐妹》。哦，今天的500碗美食，我们来到了台中，没有想到台中有这么多美食能够获选。那我自己来台中的话，很喜欢吃市场美食，因为台中的市场底下5个飞啦。小哥当然也有，但就是太多了，有第1市场、第2市场、第3市场、第4市场、第5市场，很多。没错，对。那今天我们挑了些我们2个都喜欢的美食，而且啊，这些店家呢，最少都开了30年以上，甚至传到第2代来接手，就知道他们味道有多么的好啦。所以呢，一定要带大家一起吃看看喽。没有错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准备出发吧。好 ，Let's go。而且我跟你说，肉包呢不止鹿港厉害，台中也有一间肉包也很强哦。哎呦，这么厉害！而且它原本开在第5市场里面，现在就是开在林森路上，就在这里。好，我们进去吃吧。看吧，走。我的早餐现在太丰盛了吧？没有错，而且就是除了这么丰盛之外呢，然后他们500碗获奖的就是肉包跟馄饨汤。哦，那我要先吃肉包。那我来先吃个馄饨汤面好了。这很大块哎，那个面包外面那个面团没有因为你捏而整个缩水，它还会回弹。它里面的肉汁遍布的很均匀，渗到嘴巴里面的时候啊，你每一口可以咬到肉汁。那它还有加一点蔬菜跟笋干，然后肉本身有调味，所以我不用再加酱。那以前在我国中的时候吃辣包，就把那个酱油罐啊加在里面，然后挤很多的辣椒酱。你们会吗？我们的年代好像没有。没有，也没有这么说。伤感情哦，因为我在想应该是有经历一段时间，所以大家都已经都把里面的肉包馅都有调味了，所以就不用再另外加酱。我看你怎么圆。先不说肉包，它肉包很厉害之外，它的馄饨也超强，它的皮超级无敌薄。它肉的话就很单纯的肉馅，然后经过简单的调味。一般开那个馄饨的里面的馅啊，有可能里面会掺了一些青葱或者是一些蔬菜。所以他们家的猪肉呢，选的都是猪的后腿肉，一方面呢比较有嚼劲，脂肪比较少，但是呢中间还是掺一点点的肥的，让它吃起来它的口感会更好一点。汤头也很赞。他们家光卖这几个皮，这样可以卖到第3代，那不简单耶。很好吃，我喜欢我的干面，因为它是软硬适中，然后配上我这边油葱酥、青菜跟它的肉燥，干面推一个，我觉得干面好吃。我觉得汤面也可以推，因为它的面体啊非常的强，它不会因为是做干的或汤的，所以口感可能会比较有差异。可是它的面体还是真的很好吃，认真有 Q。那面姐真的坦白说，就是很少会看到就是肉包配那个馄饨汤的。一般我们吃肉包不是都会配豆浆或奶茶？对啊，豆浆也是有。哦，面体真的好 Q 哦，完全不吸口水耶。然后配个汤刚刚好，真的，一天早上满足的早餐。他们家更厉害的是，你太晚来吃不到。老板说他们大概最晚吧，可能1点就卖完了。很标准的早起的鸟儿有虫吃。然后他点的这个炒手，一般是不会辣的，然后拌上跟意面一样的肉燥。其实我每次吃肉包，我都会想起我那时候在新加坡挑战吃肉包。怎么了？但是有点像。这样子。然后再一口吃下那个料。没错。不过你刚刚把这边也咬开了，真的里面的肉真的很大块。那它肉包一个这样才35块，我觉得还可以那还每天手工现包。而且肉包真的很 OK， 肉包好吃，推荐的对。1、2、3。那肉包我会想要买回家再加工，而且它拿来做那个半煎炸的肉包，那个超好吃，皮又好吃哦，喜欢。不愧是500碗推荐的店家，但这样的话当然不够啊，我们当然还要去下一家。走。
这家店不得了，因为它开了50年了，哇，那很久哎，而且老板每天只卖2只鹅，那这是限量的啊，马上就没有了，好不好？快走，没问题。哇，老店呢，50年呢，先喝一下它的汤。好，哇，我们今天吃鹅肉大餐呢，真的就是一只鹅身上会出现的部位都出现在这个桌上了，有鹅胗，还有鹅心，还有鹅舌头，对，然后头啦，那米血这2道呢，虽然说跟鹅无关，但是呢，网友说必点。米血呢，因为它也是在卤汁里面卤了很久的，香 Q 软糯，卤到整个都已经入色了哎，它米血真的厉害哎，它没有卤到很软烂，就软糯中带一点 Q 弹的口感。蛮扎实的，我以为吃下去会整个融在软软的，没有，但是保持一定的 Q 度哎。然后呢，鹅头这是我刚刚点的啦，我没事最喜欢蹭鹅头了，我最爱吃那个皮跟肉之间的那个油香味。就是今天就有点烟熏的有点可惜，因为盐水的已经卖完了，到脱球了啦。老板说明天才有，而且我们刚才也有问老板说什么一天只限卖2只鹅，老板就说因为他真的是一人作业太累了，不想做到那么累。钱够用就好，没有要求要赚太多。其实我刚才走进来店里面呢，我第一个先闻到的就是鹅肉满满的那种烟熏的味道。它里面给的那个肉算是软嫩型的耶，它的皮很软，但是呢肉带点 Q，所以它卤汤是刚刚好，没有过老。它的老卤也是大概40到50年，那老卤这个味道不会让你觉得太死咸，然后有点回甘回甜。对，鹅胗都有啦，鹅的胗原来这么大块。鹅胗呢，它的口感比鸡胗还有鸭胗更扎实。那你吃这个会硬吗？我觉得对我来说不会硬，而且是撸薄撸胖。它这卤得很透哎，那颜色完全就是变得深色的那一种。因为我还点了这个小慧很常吃不懂的舌头，因为我觉得舌头没什么肉，你就是要趁它里面那个软骨啊，然后边边那个一边边的绞肉那种。但你是第一次吃鹅的舌头对不对？真的蛮少见的，一般都是鸭舌。好像是要到这种专门卖鹅肉料理的店，所以才可以吃到这么多品相的鹅肉。对啊，当归它的味道，就它味是淡淡的，小朋友比较好接受。然后上面给的鹅肉也会很多很多，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其实很讨厌吃当归的料理，因为小朋友吃不懂那个中药的香味，所以我味道一旦浓化，我就觉得这餐我吃的好痛苦哦。但他们味道就属于淡淡的，然后中药味呢是淡淡的融入在其中，我觉得小朋友比较好接受一点。口味的话就是比较大众化，这个黏黏舌跟 OK。对，那你后来有什么就是又对中药 OK 的？长大了，原来一切都是长大的原因。懂吃了。但我真的对 A 材的味道，有点没办法吃。真的吗？对啊，因为我觉得你不觉得有一种就是吃 A 菜都到最后有一种味道？其实小时候我们那个学校的营养午餐啊，只要一煮 A 菜，我们整个学校都闻到那 A 菜的味道，我超讨厌的。但也是长大了，就懂得 A 菜其实很好吃。好，我还没有到那个长大的境界。那我刚才吃一口，当然对啊，清脆好吃。那你知道其实鹅的寿命其实比鸡鸭还要长吗？哦，就是普通鹅的话可以活到20到30年之间，最老的话还可以活到50年。哇，比狗还要长命呢！就像以前有老一辈的说法，就是说你可以，就是你老了，你可以养老鹅，然后它就会陪你一起到老这样，所以有养老鹅这种说法。看来我的年纪就可以养老鹅喽，可以陪我到老。你还很年轻啊！那我还不知道这个小常识哎。但是通常的鹅来不及长到50岁就被吃掉了。鹅肉的成本会这么高的原因，是因为它的养殖要花比较久的时间，3到4个月。像如果是鸡肉的话，40天就可以拿来做料理。而且老板给的肉真的很不手软哎。你在那边看老板切肉啊，那这多的，那这嘴巴呢，这整块肉都是完全是没有骨头的。而且这家店其实隐身在巷弄里面的，不好找，但还是生意很好，真的是内行人才知道的。你知道啊，对这种呢鸡鸭鹅的脑我都敢吃，但我是猪脑我真的是不敢。为什么啊？好奇特哦。等比放大就有点障碍，但它小小的我觉得还 OK。我跟你说，你吃猪脑试试看，跟这个口感一样。以前那个国中啊、国小我们月考的时候，我妈都吃脑补脑跟补猪脑。猪脑不是越补越笨吗？以前真的有这个说法哎。对啊，以形补形啊。我的爸妈都会买那个猪脑汤要给我们补脑。
结果我们的脑好像就是觉得糟糕，也没有糟糕，就是好像也没有就是特别厉害，没有呢。感觉是错误族群，因为都市很穷。嗯。对啊，有报道讲的吧？然后呢，来到台中呢，希腊就这样。要真的是东泉呐、这个是台东的名产啊。对，所以呢，老板也说啊，这边的好吃的吃法就是将他们酱油膏酱、东泉辣椒酱配在一起吃更好吃。而且呢，我曾经还在台中的某一家咖啡厅里面看过，它还有卖东泉辣椒咖啡，能喝吗？我没有勇气买。真的吗？我这边有张咖啡，我帮你加一点。不是那样，它有不是注意泡。我立刻帮小编特调一杯，那我们就来沾看看。选个心，酱油膏又比较咸，因为我觉得可能本身烟熏的味道比较偏重，所以酱油膏的话可能是给那个盐水鹅很可怜的。烟熏的就是原味它喝酱，你可以加东泉一点点，要不然会有点咸。因为烟熏本身味道就已经非常浓厚了。我都吃当凉的，我说咸，那是真的有咸。今天吃了好多鹅肉烟熏大餐哦，真的就每个部位都吃到了。但是呢，我们今天解锁这道鹅白碗之后呢，我们后面还有其他鹅白碗要介绍给你们，那我们就继续出发喽，走。蜜姐，现在我们在台中的第2市场，要来带你吃隐身在市场里面的幸福妈妈味哦，那么棒！没错，而且这一间呢，我 YouTube 自己也有来拍过，推荐给你。哦，既然你给我回榜，代表店很好吃。没错，那我们就继续吧，走。哇塞！全部我们都一人点了一份高全菜单呐。没错，我们基本的话就是全品这样上桌了。真的耶！然后这一间店呢，很特别的是，就是他的老板啊，原本是做家庭主妇，然后他开这家店的创业理念呢，就是希望可以做给家人和朋友一样的用心的美味。哦，所以在那边吃就可以吃到妈妈的味道。没错，上一次啊，我来的话是吃这个梅花猪肉饭，它其实也是限量的。然后其实获奖的呢是这一碗肉丸仔饭。它这个肉丸很特别，它既不像鬼鸭吧，又不像狮子头，它像这种家里面的私房菜，然后里面很简单的是肉跟葱，然后呢有加一些调味料，就是看起来就是妈妈会做的味道啊。而且妹姐，我跟你说，他们家的肉燥非常厉害，你这样看是不是没有任何的肥肉？对呀，但是吃起来是完全都不干。他们家的肉燥饭啊，连续4年荣获台湾卤肉饭节的严选店家。哦，对啊，连续获得呢。这么厉害。我真的很少吃到全瘦的肉燥，但我真的能说，毕竟我爱吃肥的嘛。那瘦对我来说，它有点像在吃那个大块的肉块，少了那个肥油油滋滋的味道，但多的是它里面那个肉燥的甜味有在里面。那汤品的部分的话，有鸡卷汤，还有综合汤。如果你是想要比较多品相的汤的话，就要点这碗综合汤，它里面有馄饨啊、白萝卜，那个大贡丸，没错。哇，这汤也太清甜了吧！跟你说，这个鸡卷扎扎实实，每口都是料。但单吃的味道，其实我觉得还算是还蛮清爽的，不会很厚重。我强烈建议一定要点这碗汤，它的汤完全就是关东煮清甜风味。冬天来这一碗真是对啦。然后如果说你今天对饭还好的话，他们店还有干意面。然后我一定要来点台中人的血意。你们南部会对东泉辣椒酱的接受度高吗？因为我们家的话是还不错，蛮喜欢的。我自己还好因为我喜欢吃辣，就真的要辣的那一种。那我说辣椒酱、甜辣酱那个比较少用，除非是特定可能吃粽子的时候。说到粽子的话，端午节也快到了，每到端午节的时候，我们家都会包粽子。然后我要去家做客，我可以带来给你吃啊。如果就是抱持姐妹端午节前后有拍摄的话，我可以带来给你吃。因为我们家的话，妈妈就是也是想要做给就像家人朋友一样的用心，所以味道都是她自己黄金比例调成的。因为我们家就是加上是那种短店下面撒的，所以那个味道又更香。那你们家是偏台式还是偏越南味？台式，越南粽的话，妈妈就会另外包。越南粽的话，就是里面包红豆或者是绿豆。那没有关系。
有甜的也有咸的，但它咸的还没有做过。那我现在是台式的就好。今年期待种植，好，我会期待的。好。哦，那它的意面很公家比耶，就跟我们今天第一家吃的那间意面面体有像，但调味不同的话，整体感觉又不一样。店里面呢其实也有烫青菜，然后今天刚好吃地瓜叶，地瓜叶真的是很好生长那个东西耶。然后营养成分又高，而且重点是你只要用水穿烫一下，然后又酱油膏淋一下，就非常的好吃了。啊，我一定要加油葱酥，我超爱油葱酥的。我们家是淋酱油膏。果然关盘的这个任务呢，交给大胃王一定没有错，干干净净，没有错。那我们继续前往下一家店。好，走。接下来这家店不简单，它开了47年喽。哇，也是一间老店啊，最有名的炒代饭，手指炒代饭，奇怪对不对？没有听过，带你去试看看，边吃边聊。哇塞，好香哦！而且我刚把鸡腿拿起来的时候还在滴汁哎。对啊，很好奇得奖的是哪一位？当然就是本人目前想要先吃的这个炸鸡腿哦，皮薄肉多汁，哎，就没什么骨头哎，只有吃到满满的肉香，可以让你享受大口吃肉的过瘾跟快感。而且它除了炸物主餐很厉害之外啊，它的饭更是一绝，另炒像面包的，对，编织的那个袋子，然后把米饭放进去，烹煮出来的饭呢，粒粒饱满，而且不容易软烂。哎，你闻它的饭，真的有那个炒的味道。对，所以在煮的过程中，那个炒香味啊，也会融入到米饭里面。除了这个之外，它的豉汁鱼片，鱼肉这么大一个，然后再加高丽菜，再拌上它的酱汁，看起来好大块。完全是嫩的，然后那个勾芡勾的恰到好处，不会到太浓，然后可以让它的酱汁呢完全这个鱼上面，然后吸附到那个鱼的里面去，也没有鱼刺。然后它的排骨也是一样很嫩，果皮的话比鸡腿还要再少一点点，就薄薄一层，吃到的是满满的那种猪排的肉感。不管是得奖作品，如果这两个比起来的话，我也会选鸡腿，因为鸡腿比较多汁，但我相信也是蛮多人喜欢吃猪肉的。对。然后青菜的部分，我还特地选那个炒菠菜，因为我个人很爱吃菠菜。我以前吃菠菜的时候，都觉得自己身体可以变得很健康。连接触菠菜的话，一开始就卡通嘛，大力水手吃菠菜那个。其实我对大力水手这一部卡通最有印象的不是他本人，是他女朋友奥利维。他整天被抢，不知道他整天一直就是被坏人抓走，然后补拍就是要吃那个菠菜罐头，他去救他，整天在那喊救命。每一次每一集 only 都是他被抓走，然后男主角要去。有人在 help， 好嗨！哎，你看的是英文版哦。我们小时候看都英文版哎。哦，我那时候已经有中文版的，然后那时候就是配音师有去上通告，我才知道说哦，原来就是一个配音师要配这么多部卡通，配那个奥利维的那个女生，她好像同时也是其他好多部卡通人物的配音师，超厉害的。又讲到那个年龄的回忆杀就对了，我看的是英文版，你那时候已经有中文版了是吧？因为你刚跟我说 help， 我想说他们说补拍救命啊，我看的是英文版。哦，因为你是刚刚跟我说 help， 我说哎，你是有英文版哦，哎，那你刚刚还可以学英文，我觉得不错啊。我觉得这个啊，真的就是很下饭，你知道吗？拌了它的汤汁之后，可以多吃好几碗的感觉。还好我们白饭又多加了1碗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它的白饭也是这间店的特色。它的米呢是选用台梗9号米，所以也是有精选过的。台梗9号的米真的非常好吃。那你吃习惯泰国米吗？你前阵子去泰国玩的时候？而且我还蛮喜欢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明明就是喜欢软 Q 型的，但是泰国的米都粒粒分明，可是泰国米就有自带一种特殊的米的香气。然后你就拌上他们什么打抛啦或什么的，就觉得好好吃哦。我知道泰国米都是用长米，可是它比较偏干爽，对，粒粒分明型的，所以他们很多像是泰式打抛猪啊，或者是什么烩饭的，汤汁都会偏多，就是要搭配它的长米。没有想到台中有这么多的美食哎。现在台中厉害的嘞，真的，餐厅大间的大间，然后小吃摊也是很多，各种小吃。有没有觉得我们今天啊这样吃下来，其实每家店啊品项都不多，
但每样都下叫真的吃到现在每一家店呢，我们几乎都点了全品项。对，但其实就是菜单上就是那几个品项而已，可是都卖的非常好，下叫。东西不用多，在于它的专精就够了，很好吃。哇，不知不觉我们家也吃了好几家哦。你觉得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家呢？我觉得我印象深刻也很喜欢的一家店就是第二市场的蓝肉燥饭。我平常吃到的肉燥饭就是不是偏肥的偏多，不然就是瘦肉的偏多。我觉得它这间的肉燥啊的那个卤酱刚好适合我很喜欢的味道。那我选的话，应该喜欢这家，鸡的真的是多汁，肉厚，皮又薄，然后又很脆，然后上面撒的咸香味对我来说刚刚好。我就觉得这家不错，而且用餐环境也很好，还有冷气可以吹。很开心今天吃到这么多美食，然后也跟妹姐创造了许多的回忆。然后也希望呢之后可以再去吃更多的500碗美食。也希望今年的评审可以走上我们2个。我们也是吃货，可以评个500碗哦。我们不会随意公开的。那也谢谢大家的收看，也请订阅我们我来综合台，然后追踪我们的暴食姐妹，当然还有我的小慧就爱吃，大胃王沙拉妹，对，还有我们的夜市。王跟夜市。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，大家拜拜，爱心。